加拿大是一个活跃着各种神秘生物的国度，尤其在于美国阿拉斯加州接壤的地区，更是频频传出神秘生物的目击传说。而且更让人们感到毛骨悚然的是，这些神秘生物往往都具有强烈的攻击性，它们或是躲在林子深处攻击徒步旅行者，或是藏在漆黑看不见的地方攻击过往行人。其中最著名的非温迪哥莫属。本期老烟斗鬼故事节目，我们就来讲一讲神秘的温迪哥传说。温迪哥一词源自于美国和加拿大阿尔冈昆族印第安人的传说，属于音译词，指贪吃的恶魔的意思。由于温迪哥一般都是独来独往的，所以在加拿大的一些地区也称其为独自生活的邪灵，又因其常出没于隆冬之际，故而汉译为雪怪。关于温迪哥外貌的描述有很多，有人说温迪哥是一种骨骼与心脏由边构成、通体透明的怪物，他的眼睛布满血丝，身高20至30英尺，巨大的嘴里长满尖锐突出的长牙，呼吸时气息通过参差不齐的齿缝会发出刺耳的嘶嘶声，像是神话故事中的恶魔。也有人说温迪哥身形瘦削，形如枯槁，巨大的骨骼上包覆着死灰色的干燥皮肤，眼窝塌陷，浑身散发着鲜血与腐败的气息，仿佛刚从墓穴爬出的活尸。甚至还有人说温迪哥是一头有着人类身躯、长着驯鹿头颅的怪物，他的身体早已腐烂，内脏暴露在空气外，并不时从嘴中发出骇人的嚎叫声。因而在流行文化中，温迪哥也常被描绘成具备雪怪、僵尸、巨人、驯鹿等多重特征的模样。虽说外形描述大不相同，但是在所有的传说故事中，温迪哥所代表的含义都是一致的，他们是暴食与贪婪的化身，他们喜食人类，并且永远处于饥饿之中。所以一旦他们从冬眠中苏醒后，便会开始四处捕杀人类，或是隐藏在深夜里，趁行人不注意将他掠走圈养，或是匍匐在床底下，趁着人们熟睡之际把人吃掉。作家奥利弗·霍在其著作《突变体和怪物》中是这样形容的：在17世纪，当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到这片土地时，他们就遭遇了温迪哥这种奇异生物。而根据当时的一些记载描述，这种奇异生物就像是恶魔的化身，其不仅有着一对发光的眼睛，还有锋利的獠牙和长长的舌头，只要听到它的嚎叫声，就意味着死亡。此外，除了温迪哥恐怖的一个精神病患者，温迪哥精神病是加拿大本地特有的一种文化特异性综合症，其患者常把自己幻想成温迪哥，并在发病时整个人会变得异常的亢奋和暴力，并且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对食人肉产生一种莫名的冲动。斯威夫特在被捕后一直被秘密囚禁，直到1907年，加拿大当局在萨斯喀彻温炮台处决了他。事实上，这种温迪哥精神病不仅发生在城市里，在加拿大的土著部落也时常出现。一些加拿大土著部落认为，这种症状其实就是恶灵上身的表现。一段时间后，被侵入的病人身体就会出现被冻伤的暗黑色，接着开始呕吐出冰块，然后极度渴望食肉。如果不及时将被上身者杀死，那么他就会变成温迪哥来祸害世人。故而在印第安土著内经常发生杀人事件，甚至借着铲除温迪哥的名义来进行杀人。如今加拿大政府是不承认温迪哥存在的，也严禁土著部落中存在铲除温迪哥的习俗，因为其本质上就是借着风俗的名义在进行杀人勾当。实际上，有关温迪哥的说法众说纷纭。一种常见的解释是，由于当地严酷的自然环境对人体的消耗极大，部落经常猎取不了足够的食物，为了避免因饥饿和严寒而死亡，在极端艰苦的时候，部落里会自相残杀，取食同类。而温迪哥神话的产生，或许正是想以祖先的方法对取食同类者发出警告，毕竟谁也不想让自己成为温迪哥怪物。现如今，温迪哥作为炙手可热的恐怖元素，在 PS4 独占恐怖大作《直到黎明》、美剧《邪恶力量》、断头谷、灵异频道、屠杀区以及美国电影《温迪哥之怒》中都有其身影。
甚至克苏鲁小说中的伊塔库亚的形象来源就是温迪戈。可以说，温迪戈作为一种恐怖文化，已经深深融入了美洲大陆了。当然了，除了温迪戈，加拿大也有着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神秘生物，如比较著名的还有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欧肯纳根湖的水怪奥古普古，其几乎每年都会传出目击报告。而根据传说，如果横渡欧肯纳根湖时不带上祭品向奥古普古献祭，那么就会成为他的盘中餐。总之不得不说，加拿大除了枫叶美景、漫天白雪，其次便是这些光怪陆离的神秘生物传说了。对这些光怪陆离的神秘生物传说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扣666，咱们后面再慢慢一一道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，快关注老烟斗账号，一起看更多有趣而诡异的传说故事。每周四准时更新，走进未知的神秘。